路飞正面硬刚三大将，然后三大将根本没心情和这个新人出手。路飞虚晃一招，接着二档闪现到三人身后，直奔出行台。黄猿利用自己的光速挡在路飞前面，一脚踢中路飞的面门，将他踢飞。战国已经对刽子手下达了立即出行的命令，路飞已经无法赶过去，只能焦急的大喊。突然，两道杀刃由出行台下刺了上来，将两名刽子手击倒。大家定睛一看，来者是前王下七武海老沙。本来老沙与白胡子有些仇恨，海军并没有将老沙列入威胁之中，没想到老沙居然在关键时刻出手帮白胡子一把，救了艾斯一命。老沙出手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不想看到海军得意洋洋的样子。七武海多弗朗明哥从人群中走出来，突然出手砍了老沙的脑袋，但是他十分给面子的没有使用霸气。先前多弗朗明哥提出和老沙联手，老沙居然一点面子不给，明哥脸上有点过不去。二人对峙几秒，突然互相出手，站在一起。海军们从老沙和明哥的交手之中回过神来，一起围剿路飞。路飞灵活地躲过海军的攻击，接着左右开弓，将一众海军打翻在地。海军校级人物根本不是路飞的对手，路飞的攻击已经可以轻松破开海军的六式铁块。三大将眼见手下被一个新人打得节节败退，实在太过丢脸，准备亲自出手迎战。青雉率先出手，射出一道冰锥，刺中路飞的胳膊。路飞倒地后，青雉站在路飞面前，拔出冰锥继续刺。远处的女帝眼看这一幕，急得奔了过来，打算和大将开战。然而有一个人比女帝快了一步，不死鸟马尔克俯冲过来，一脚踢断了青雉的冰锥，顺便打退青雉。海军通报，已经有3个人成功越过了包围壁，入侵到了马林凡多的广场。此时梅瑟斯瑞正悄悄躲在海军的基地里，听到通报后吓了一哆嗦。眼下马林凡多内湾已经被那些怪物们变成了人间地狱，继续待下去必死无疑。后退的路还被海军封死了，想活命只能混入海军基地，这里远离战场，暂时安全。但是海军的大搜查就要开始了，自己该躲到哪里去呢？这时有海军带着候补刽子手路过，梅瑟斯瑞看着刽子手的背影，计上心来。港湾内由于赤井的攻击，湾内大部分的冰层已被融化，海贼们失去了落脚点，只能破釜沉舟的拼命地向马林凡多广场游过去。海军立刻组织人手对湾内的海贼们进行炮击，战况十分惨烈。这时另一艘渡魔船由海底前进，进入湾内后突然上浮，载着落水的海贼们直奔广场。海军们赶紧调集大炮猛攻海贼船。战国发现有点不对，这艘船明显是冲着小奥兹而去，而小奥兹正占据着通向马林凡多广场的重要入口。战国当即下令所有人员攻击小奥兹。不过当海军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尚晚。轮船来到小奥兹身前，小奥兹抓起轮船，一声咆哮，直接将轮船送进了内陆广场。海贼们得以完成了第一波突进。海军们的猛烈火力将最后一口气的小奥兹打倒。白胡子怒了，跳下海贼船，挥起纵云切，将一众海军击飞。有了白胡子的开场，其余队长们也纷纷到齐，磨刀拔剑，准备最后的血战。白胡子大吼一声，消灭海军，救出艾斯。全员响应，喊杀声一片。战国见状，招呼一声卡普，两位海军老将准备动手了。白胡子再次举起战刀，刀刃上凝聚着阵阵果实的震动波。青雉见状，立刻起身拦截，用冰冻能力将白胡子整个冻住。然而冰封住的白胡子面不改色，双眼透出杀意。接着冰块破裂，青雉再次跳跃起来，冰冻招式完成。但是白胡子先了一手，用纵云切将青雉的身体刺穿。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堂堂海军大将就这么被秒了。青雉紧紧盯着白胡子，冷酷地说：“别傻了。”这个地方二人的过招颇具争议，但结合2年后卡塔库里的战斗，可以得知青雉应该是用见闻色霸气预判了白胡子的攻击，提前将身体元素化，躲开了致命一招。接着青雉使用2级矛对准白胡子的脑袋，然而此时突然从一边冲过来一个身影，青雉用冰冻技能将自己保护起来。但是乔兹使用了霸气加上自身果实能力，将青雉的冰冻铠甲撞碎，撞伤了自然系的青雉。路飞这边正继续奋力地向出行台跑，这一路下来，路飞一直在跑，但出行台似乎十分遥远。中将无鼠提刀杀了过来，路飞被砍翻在地。无鼠用 T 继续攻击，路飞全身疲惫，已经无法灵活使用2档。另一名中将趁机冲过来，用纸枪将路飞戳倒。虽然路飞是个新人海贼，但十分顽强，也很勇敢。无鼠中将给了路飞很高的评价。路飞艰难地爬起身，
黄猿的光波随即打了过来，一阵爆炸，路飞再次被打倒。卡普眼见自己的孙子被海军暴虐，气得浑身直哆嗦。一边的战国早就觉察到了卡普的异常，警告卡普认清自己的立场。黄猿走到了虚弱的路飞面前，再次踢出了颇具争议的一脚，这一脚直接将路飞踢向了白胡子这边，仿佛在暗示路飞战场太危险，你还是待在强者身边吧。这时慎平和伊万科夫终于翻越了包围壁，赶到了广场内部，但是路飞已经支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白胡子将路飞交给传译，自己走上前来，举起大刀，露出带着杀意的笑容。海军们为之一抖，这等气魄，谁敢上前阻拦？白胡子将大刀挥舞起来，又是一阵爆炸。烟雾之后，赤犬窜了出来，用脚挡住了白胡子的大刀。赤犬一招岩浆拳打了过来，白胡子一拳打回去，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，气浪掀起了一阵阵爆炸。另一边，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们正和七武海海军混战正酣。不过让海军头疼的是，七武海汉库克一直在无差别攻击，不仅攻击海贼，连海军也不放过。但是汉库克的目标很简单，只要能到达路飞的身边就可以了。汉库克使用俘获之剑，将挡在自己前面的海军海贼全部石化，给自己开路。越来越多的海贼入侵到了马林凡多的广场，战场上一片混乱。战涛丸指挥和平主义者加入混战，这种场面伤到自己人也没办法了。和平主义者立刻展开进攻，光波乱飞，四处都是爆炸声。马尔科趁着战场一片混乱，直接变成凤凰状态，飞向出行台。只要能登上出行台，就可以救出艾斯。卡普在一边痛苦的纠结，如果放任马尔科过来，自己的孙子就不至于被处死。但是自己是海军，怎么能放过海贼？在马尔科即将登顶的时候，卡普从出行台上跳起身，一拳将马尔科击落，惊到了出行台下的海贼。传说中的英雄海军卡普出手了。卡普击落马尔科之后，稳坐在出行台下的座位上。有了卡普的坐镇，作战的海军们士气大增。20年前，与海贼王罗杰交锋无数次，闻名天下的海军曾经和战国一起与传说级人物金狮子激战，将金狮子关入推进城。白胡子大吼一声：“别被这老头的名号唬住了，他只不过是个老兵而已。”赤犬一招犬齿红莲击向白胡子。卡普老了，你白胡子不也一样老了？白胡子一刀将赤犬的岩浆弹开，击倒了一片海军。艾斯面对战场上无数个为了救出自己拼了命的伙伴，突然想起自己的身世，低头痛哭。战场上，路飞挣扎着抓住伊万科夫的脚腕，请求伊万科夫给自己再来一针荷尔蒙。然而，这种超越身体极限的荷尔蒙代价非常大。荷尔蒙本身不具备治疗伤口和恢复体能的作用，只不过是刺激神经，消除疲惫感。路飞本来就已经伤痕累累，体力不支，强迫身体亢奋起来继续战斗，后果将很严重。但是路飞为了救出艾斯，顾不得那么多。如果在这样的战场上，因为自己无法参与战斗而导致没有救出艾斯，自己也要跟着去死。伊万科夫想阻止路飞干傻事儿，但是看到路飞如此坚决，伊万科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决定铤而走险，赌上一把，第二次给路飞注射肾上腺荷尔蒙。路飞站起身，只感觉全身血液沸腾起来，无数的力量从心脏涌出。路飞大吼一声，正前方出行台上，艾斯眼见自己的弟弟一次次受伤又爬起来，惊得瞪大眼睛。躲在一边的科比听到路飞的吼声也吃了一惊，他想起来自己曾经和路飞的诺言，成为海军大将，成为一个可以和路飞匹敌的强者。科比眼见路飞越来越强，他咬咬牙，虽然路飞是他的朋友，他也希望路飞救出哥哥，但身为海兵，他一定要在这场战争中站好自己的立场，阻止路飞。科比不顾贝鲁梅伯的阻止，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。白胡子一招击退了赤犬，突然身体一阵剧痛，跪倒在地，吐出一口鲜血。现在的白胡子可以说是年迈体衰，百病缠身，再厉害的男人终究是血肉之躯。赤犬准备趁机重创白胡子，马尔科立即赶过来迎战赤犬，但是白胡子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其他船员，队长们注意力被转移，频频露出失误。黄猿和青雉立刻做出反应，将主力队长马尔科和乔斯打伤。白胡子十分艰难地撑起身体，赤犬没给他恢复的机会，走上前来一拳打过去，滚烫的岩浆加上附带的霸气，直接击穿了白胡子的胸口。海军基地内部，梅瑟斯瑞成功乔装成了刽子手，与另一位刽子手一起登上处刑台。路飞以折寿和透支身体为代价，注射第二针肾上腺亢奋荷尔蒙。此时他已经无暇顾及其他，救出艾斯这件事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。路飞大吼一声，继续向出行台方向冲过去。海军们包围过来，围剿路飞。
路飞一个前冲将正前方的海军踢倒，有海军用绳子缠住路飞的脖子，将他拽翻。另一个海军提着短刀跳过来，准备了结了路飞。路飞将香蕉腿甩出去，踢飞前面的威胁，接着又把身边的海军干翻在地。前面越来越多的海军包围过来，这时伊万科夫跳过来，用死亡媚眼将一大部分海兵解决掉。路飞在伊万科夫的协助下继续奔跑，前面烟雾中一个消失的身影站了出来。海兵科比前来报道，他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恐惧，勇敢地走出来阻止海贼路飞。一个踢，科比窜到路飞的面前，但是路飞先他一手，一拳打在他面门上，将他击倒。路飞来不及顾及科比，跳过他之后继续向前跑。这时有几道光波从旁边射了过来，和平主义者拦在路飞前面，憋了一口大招，准备给路飞来一下。关键时刻，汉库克跳了出来，拦在和平主义者前面。和平主义者检测到汉库克是秋罕身份，停止了攻击。路飞道了一声谢，然后迅速离开。汉库克不断在脑海中回放路飞帅气的面庞，以及路飞呼唤自己的声音。就在汉库克沉浸在路飞充满磁性的声音中的时候，和平主义者机械的声音打断了汉库克的思绪。汉库克恼羞成怒，气得飞起一脚踢了和平主义者的脑袋。白胡子的胸口被赤犬硬生生开了一个大洞。马尔科见状，立刻赶过来支援。黄岩在后面用光波射击马尔科，马尔科化身凤凰重生，治愈了伤口。突然，一个黑影拦在了马尔科前面。海军本部中将鬼蜘蛛用变化出来的蜘蛛手抓住马尔科，接着给他套上了海楼石手铐。马尔科能力倍进，黄岩在后面连射数下，击穿了马尔科的胸口。海军三大将的出手开始扭转局势，白胡子被伤，队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，任平也被海军困住。战国即刻下令全员一起取下白胡子首级，海军们纷纷操起武器一拥而上。白胡子身负重伤，无法立即反击，身上被海军捅了数刀。另一个海军跳起来对着白胡子的脑袋就是一炮，白胡子身体向后倾斜，眼看就要倒下。最后一刻，白胡子突然撤后一步，稳稳站住脚跟。老子可是白胡子，这些虾兵蟹将以为这样就能杀我？白胡子挥起纵云切，一刀砍在地面，将身边的海军击飞。不仅就近的海军被揍，远处的海军也受到这股力量的波及，卷入其中。但是这奋力一击让白胡子元气大伤。怪物也有极限的时候，战国命令手下不要退缩。海军们再次包围白胡子，白胡子微微一笑，在没有看到儿子们光明的未来之前，自己绝对不会倒下。任平一把扯断身上的铁链，和队长们一起围在了白胡子左右，共同面对来势汹汹的海军。战国一看一时杀不了白胡子，不想再纠缠，直接下令干掉艾斯。艾斯一死，以目前白胡子的身体状况，必定急火攻心，不死也残了。白胡子向前走了几步，感觉眼前一阵眩晕，跪倒在地，他已经不行了。刽子手举起长刀，准备对艾斯处刑。路飞急了，眼见一切要功亏一篑，自己的哥哥就要死于刀下，情急之下爆发了霸王色霸气，震慑全场。这注定是路飞的高光时刻。路飞的霸王色将刽子手和普通的海军全部震晕，救下艾斯，让包括战国在内的海军高手们为之一惊。果然，路飞这种人不可留，此人潜力无限，留下这个活口，将来必是海军的心腹大患。